那时候很穷，大家就会一起去买那个49+1还是什么的那个轻松点还是什么的。对。那个当下就是你会跟这个餐厅开始建立很多很多的感情，然后那个感情我觉得不只是食物美味本身。对，它不只是食物本身，所以当一个人用了一个你觉得完全是意料之外的角度来批评的时候，你也会自己感觉到有点被侵犯。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那今天又回到我们还没有名字的系列，超懒，超级久，到底为什么？好，今天我们会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可能网红圈啊，或者 YouTube 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嗨，大家好，我是企划关杰。那今天要讨论什么呢？其实就是前一阵子啦，蔡阿嘎在网络上上传一支影片嘛，介绍日本5家难吃的连锁店。然后这个事情上架之后，就直接被炎上，然后就很多网友批评他没有礼貌啊，不尊重。然后后来也延烧到日本嘛。那其实蔡阿嘎在事情之后也有马上下架，然后也有跟大家道歉。可是这个事情也一直在烧下去，然后甚至连他之前批评一些台湾餐厅的影片啊，也跟着被下架了，然后想要平息大家的怒火。那因为这整件事情其实也已经过了1个多礼拜了，那我们团队一直都有在讨论，然后讨论了非常非常的久，一直在想说，除了单纯去讲可能蔡阿嘎哪里做的不好之外，到底我们还能够讨论些什么？对。那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一点点晚了，但我们好像还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的争议点，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那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美食 YouTuber， 所以我们不会聊这几间餐厅到底是好吃还是难吃，而是会将重点放在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烧得这么大，那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或者学习的。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还在用3C 育儿吗？不如让芒狗狗成为你的育儿神队友吧。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从日常的故事引导孩子认识挫折情绪，面对人际关系，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吃蔬菜、刷牙等好习惯主题。另外呢，深受家长好评的芒狗狗在哪里游戏本，边玩边认识台湾场景，又能够练习专注力。少了刻板印象的故事，多了在地的美感，为学龄前的孩子打造全方位的主题。现在16本全套输入七七推荐，现省3330元，就让芒狗狗取代3C，成为你的育儿神器吧。可能有些人还是不太清楚蔡阿嘎这次发生了什么事情嘛？那要不要请志奇先简单快速讲一下？就是阿嘎跟他的团队在日本拍了一支企划，要介绍5家超难吃的连锁店。那他们就去了像是吉野家啊、Dennis 还有肯德基等等的店，他们试吃了一些品项。那除了最后1家还不错之外呢，大部分都是给负评，然后觉得可能食物很雷啊、很难吃，然后也跟观众说可以不用再来吃这些店。那但是在影片上架之后，就整个是大炎上。那网友他们大家不爽的地方可能有蛮多的，那我们以下就简单的举几个，可能像是阿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态度不好，一直用嘲讽啊或者是轻蔑的这种方式在批评的店家，或者是在拍摄的过程呢大声的喧哗，它影响到了一些其他的客人。然后再来是日本比较没有共识文化，那他们的整个团队呢进餐厅然后只点1碗面，就是不太礼貌。然后以及可能明明是一个平价餐厅，却用很高标准来批评，觉得很没有必要。对，然后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争议啦，像是吃东西的时候占用公共空间啊，或是挡到用路人等等。然后其实在这件事情开始演上之后，蔡阿嘎也很快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上架一个道歉影片，然后针对前面这几点一一去致歉，然后表示说以后会更加小心。然后这个详细的内容，我觉得就大家自己上网看看，我们这边就不细讲。其实我们第一个想要讨论的点是，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啦，就会好奇说，这类型的踩雷影片，不管是蔡阿嘎还是其他的 YouTube 频道，之前也都有拍过。那到底为什么这次大家会那么不爽？然后这次烧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觉得第一个让整件事情大炎上的点是阿嘎评价时的态度。那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有说好吃不好吃是很主观的，但是阿嘎的这个态度呢让人比较不舒服。那我们觉得就是态度本身好像有点抽象，那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切成好几个面上来谈。首先就是很多人觉得阿嘎的心态上面并不是真的是想要评比食物，对，那只是想要靠着这个批评来赚一些流量。像是这个影片的开头呢，就说到其他的 YouTuber 人都不敢得罪人，然后或者是他们还没有进店家，在外面呢看装潢，然后就断定是一个雷店，那这个态度可能让人有些觉得比较轻浮的。或者是刚刚的这些其实就让观众会觉得说，这个企划
话呢，有种为了臭而臭的感觉啦。而再来呢，就是可能它的拍摄过程，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比较不尊重人，然后好像利用了这种资讯的落差来欺负日本人。像影片他可能说到直接骂没有关系，那这边的人听不懂，或者是店家热情的这个地上胡椒粉，他们却来大肆的批评食物很难吃，让人觉得有点难过。最后其实还有一点是，很多人就批评说，阿嘎评价的那些食物的时候，感觉都很嚣张，然后口气或是语调让他们觉得蛮让人不舒服的。那这边我们觉得啦，我们讨论的时候其实觉得有一点点想要帮阿嘎稍微平反一下，因为像我有看阿嘎的影片，然后会觉得说，其实他过去的风格跟这部影片的是差不多的，然后甚至一些表达的方式啊，然后一些比较戏剧张力大一点的这种表现，然后都跟这个有点接近。那过去阿嘎其实也一直都用这样的，确实也是用这样的人设跟表达方式，然后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嘛。不过这次可能就稍微比较尴尬的是，结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因素，他这次在镜头前面的演出，就会真的让一些观众觉得太刻意了，然后太不真诚了，然后放大了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这种而言之，就是阿嘎在这次的镜头前面的态度呢，让蛮多的人觉得不太舒服。那应该就是让影片烧的这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了。第二，我们观察到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感到丢脸，而这是一个容易延上的情绪。特别是呢，可能跟外国有关的事件嘛，这可能是因为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不高啦，所以我们会特别的在意国外对于我们的看法。所以呢，当这件事情闹上了日本新闻，然后被日本的网友转发，让很多的台湾人呢就会觉得特别的丢脸。那尤其是像阿嘎这么有名的人，然后改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个丢脸的感觉好像其实也是会被放大的。对，因为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明明是一个那么资深的 YouTuber， 还会去做这种企划，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说，是不是素质真的很差，是你是不是故意的等等。然后其实从后续日本网友的这些评价来看，说也蛮多人在批评说是你是不是故意找茬，然后让人生气，你不要再来日本了，这种诸如此类的这些言论，都会让台湾人看到觉得有点担心，觉得阿嘎是不是在破坏日本人对台湾的形象这样。不过其实我有看到一些人觉得啦，这件事情之所以会烧到日本去，是因为台湾这边自己先闹很大才发生的。因为他们觉得说，你是台湾人这边自己爱骂嘛，然后这个事情在台湾烧起来之后，再慢慢去烧到日本，然后就觉得说，又在批评说你丢脸丢到国外，然后这根本是台湾人自己在搞自己，就是有些人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是部分认同，部分不认同啊，因为我觉得阿嘎之前也有过一些演唱的事件，那当然呢，有这样的事件之后，当然本来就会有一些人不喜欢阿嘎，那这次发生这件事情，他们自然就会骂得特别的大声，然后让事件呢烧得再更旺一点点。不过我们这一次还是有看到一些网友，他过去可能是没有看过阿嘎的影片的，或者是对阿嘎没有什么样的印象，但是他们在看这一次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太舒服，然后想要留言批评。所以我觉得拍片内容本身不恰当这点呢，可能还是不能够忽略的。另外我觉得好像还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共鸣的这件事情，就是这好像也是延上事件当中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踩雷的影片，他们可能会架在一些大家的大前提下，就是这个东西是被大众评为不好吃，所以他跑去测试，或者是大众已经给他说，这个就是一个观光客的店，所以呢，有很多人背书的情况之下，他再去进行一些测验，就有些 YouTube 影片是这样子拍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这个意识不是那么的主观的，而是很多人都这样子觉得，什么烂旅店的那种感觉，对，开一家烂旅馆。这次他可能被点评的很多的点都是负评相对的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些平民的店，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你怎么会用这样子的标准，然后来跟大家讲？而且我觉得另外一块很重要的是，这些店大家都有吃过，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吃过，所以你自然你会抱着不同的期待去，那跟大家的经验有落差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容易引起讨论。你可以想象，假设今天有一个人要讲说跟和记资本做生意非常非常的烂，这个体验很糟糕，那其他人其实很难去验证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能分享就说哇是哦求挂了，然后讲完了，但是因为跟和记资本做过生意的人其实超级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想出那些经验来验证这个事情或者反驳它，那自然这个火就很难烧得很大，因为一个延上事件它就必须要有两边的声音，然后而且是相互的来回的讨论的，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导致这件事情烧那么大的一个原因了。就是连
锁店，它可能一家好几千万人吃过都有可能，对，然后几千万人就是总有人一定会跟你的感受不一样。没错，就像我今天在网络上面讲说，我觉得其实吉野家蛮好吃的，就会有很多人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但我就是会吃吉野家的人啊，对我就是一个会吃吉野家的人。还没有收吉野家业配，我之前真的是被，就是我就讲说啊，我又去吃吉野家，然后我就哇，大家好生气哦，大家太生气了吧？你不管就是一个很大连锁店，不管说很好吃还是很难吃，你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跟大家的生活经验有关。就是延续刚刚那个连锁店的话题嘛，就其实就是有一些观众提出一些观点是说，就是这些连锁店它的主要卖点就是可能不一定是食物超级好吃，有别的附加价值。对。那如果你做一支影片，然后用一些比较高的标准去骂它难吃，那其实没有很必要，或是那个打的点可能不太对。那对你来说这件事情合理吗？成立吗？我觉得这是成立的，因为言上的本质是认知失调，你就会有点点冲动想要去讲一些事情。那像刚刚的认知失调，就是在于一般大众呢，可能他是用非观光客的标准去吃的，他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像是家庭餐厅是满足聚会的需求，或者是满足你在外面很快速的可以解决一餐这样的需求。可是阿嘎今天的这个影片，它是用观光客的需求来去讨论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跟大家一般的这个基础想要做到的事情是有差别的。所以你很难在现在的时候，你马上转换说，我自己要用观光客的标准来吃这个东西，它值不值得？可是阿嘎的那支影片，它其实是用观光客的标准来去吃它，他会说你不要浪费。可是在这个浪费的情况之下，没有把前面的这个基础建立得很完整，然后又有一些比较嘲讽啊或者轻蔑的态度的时候，的确是让大家会觉得，这个是我平常在吃的东西啊，对我很重要啊，对啊，这个我平常就爱喝的东西、吃的东西，那你怎么说我很难吃？那你是不是某种程度你骂到了我的眼光呢？就是我过去吃这些东西我很喜欢，那我是一个白痴吗？我是不会吃东西吗？我觉得这种的情绪反弹其实是会跑出来的。我觉得另外有一块也是在这次的讨论当中我才学到的啦，就是餐厅的价值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只有美味本身，就是它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可能性。例如说，今天一个餐厅，像是这次有被提到的，可能像这些家庭餐厅，它其实是满足很多人大家一起过去都能够找到喜欢吃的食物，然后都能够在那边享有一个很长期的愉悦的时光的这个需求。那这件事情跟它餐点到底要不要做到顶好吃，或者是它是不是真的满足观光客过去的时候你应该要吃的东西，我觉得就会有差别。又或者是你说吉野家好了，吉野家它的东西可能是满足需要大量的热量，因为它一开始是在这个我觉得是鱼市场附近起家的一间店，它是要满足大量的一些工啊或者是做工的需求，所以它要有快速的热量啊、快速的蛋白质、淀粉等等的。那对于很多的美食家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就不好吃啊，这个东西怎么糊糊的之类的，但是它还是满足到了前面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餐厅不能够单用美味的程度来评价餐厅，而是要用很多综合的考量去讲它。像是便利商店，它的东西就是可以快速的果腹嘛，可是它拿来你用一个很严格的美食标准来看，可能很多品项是不合格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来回讨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会看到很多人拿自己之前吃的经验去回复，然后跟帮这些餐厅解套。然后他们的例子都是我之前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会在怎么样的情境之下去吃啊？对，所以这个情境里面不同吗？阿嘎它的前提是我是用观光客的角度去吃，那一般是生活的情境，我觉得这是明显有差的。我是没有钱的学生，我是什么一个很忙的上班族。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情感基础的。例如说，为什么大家都说我家巷口面店屌打，这都是这样讲嘛？就这个是一个情感，就你在那边发生过了很多的故事，你跟他有感情。例如说，我们常常在麦当劳里面熬夜的时候，在那边赶作业。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赶作业，那时候很穷，大家就会一起去买那个49+1还是什么的那个轻松点还是什么的。对。那个当下就是你会跟这个餐厅开始建立很多很多的感情，然后那个感情我觉得不只是食物美味本身。对，它不只是食物本身。所以当一个人用了一个你觉得完全是意料之外的角度来批评的时候，你也会自己感觉到有点点被侵犯。我自己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觉得有些学习的，然后也想到了很多以前的餐厅，就觉得那些餐厅真的是蛮难吃的。但是今天有人骂他，我好像也会有一点生气，跟妈妈的味道一样，妈妈味道不一定好吃，真的，你只能说好吃。下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事件嘛，我去挖一下，其实蛮多 YouTube 上蛮多这种踩雷影片的企划，而且这些企划本身的流量也都不差，但其实代表观众某程度来说是蛮喜欢看别人去踩雷的。可是他当然会有一个回力标嘛，会有风险嘛，就是你做踩雷影片好像也蛮容易演上。那你觉得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
做这种影片可能怎么样容易不要被骂？哦，你有这个好奇，你有这个好奇，我超怕被骂，你已经是专业的 YouTube 团队制作人了。我超怕被骂。我这个也是我这次很关注的点，因为我一开始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记得每次大家做这种什么负评啊相关的，其实都很多人看啊，然后或者是你去看一些人，他就是从头到尾都在骂人，还是好多人看。我有的时候看一看，都觉得哇，好羡慕啊！他们这样一直骂人，都那么多人看，好都可以骂人。对，我就也有这个好奇，所以我花了蛮多时间在看这个东西的。但我不能说，这个东西有种然后教条式，就我跟你讲这样做就好，因为我不会，我也是一个在学习的人。我自己觉得，对于观众来说，就是这个企划本身还是要你是对观众有用的。就是对观众带来价值。对，要对大家带来价值，不然的话，如果你是把这件事情当做单纯的流量吸引的话，我觉得长久下来都不好。我不会说它短期没有效，但它长久下来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就如果这个影片它是要有价值的，那它就必须要给更多的脉络。或者是让这件事情的表述上面要有更细腻的处理，就不能说这个东西好难喝，然后你就说它难喝就是难喝，那你可能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它难喝。如果你是今天喜欢不喜欢喝太甜的东西，那你可能会觉得它很难喝啊。就前面那个脉络需要为什么它不好，然后以及它适合怎么样子的人，然后以及你是用什么样子的观点去解释它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把它讲清楚的，就是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情境，或者是你是用什么样的角色去看，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帮助观众去建立，然后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帮大家打预防针，就我们还打预防针，对，我是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所以它不满足这个条件，但如果你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另外，我觉得我自己来做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很多的观感放回自己身上，就是我吃到一个不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会说啊，这个我还吃不太懂啊。对，像我觉得我如果去吃海鲜餐厅，我一定觉得每一家都是超难吃的，但是我不会讲说就是更超难吃的烂东西。对，我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就不吃海鲜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吃懂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把更多的观感拉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去帮对方着想，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可能可以帮助的点，就是你去帮对方想说哦。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他可能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东西？又或者是他这个东西，例如说这个房间，你去了一个旅馆，这个房间就是很廉价，你可以想说他为什么要提供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协助同理对方。那当然，你最后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哪几个点是不太好的？那大家更进入到你的脉络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清楚。那但这个就是一个两难，因为 YouTube 还是在现在的环境之下，越来越强调那个很快的节奏、情绪，对，很快的节奏、很快的情绪，然后你去看它的爆点的一些安排，你会发现越来越密集。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脉络就可能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必须要自己有一个拉扯跟平衡的地方，这样子。好，但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些真的是我比较马后炮，对我就不会，我就是在这边学习了之后整理了一些小小的。你不是要说要拍日常频道？今天因为时间不多啊，大家就到这里。那我刚刚讲的都是我们的一些比较不专业的想法。那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到大家身上，因为大家才是观众，所以很好奇问大家说，大家是怎么看待这次的事件呢？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也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此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德利，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皮亚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奇，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是烂人啊！他们